这节课我要给大家讲圆的另一个方程。好，我们从上节课开始。上节课呢，我给大家讲了圆的标准方程是 x 减 a 括号的平方加上 y 减 b 括号的平方等于2方。那么是不是题中给我的圆的方程都是这个样子呢？当然不是。那么我就把它展开，变成 x 方减去 2ax 加 a 方加上 y 方减去 2by 加 b 方减2方等于0。然后呢，我按照次数去整理 x 方加上 y 方，负 2a 不过就是一个常数，我用的来表示啊，看起来好看一点儿。负 2b 呢，也不过就是一个常数而已，所以它是 1y。那么 a 方加 b 方加减2方也不过就是一个常数，我用一个 f 来表示，所以呢，我就得到一个2元的2次方程。那么经常题中的已知会以这种面貌给我一个2元2次方程，那它是不是圆的方程呢？我们是由圆的标准方程展开得来的呀。显然呢，它是圆的方程，但是它一定是圆的方程吗？我们接下来再看它到底是不是圆的方程，有没有什么条件。我先观察一下这个式子，这个式子呢，它的特征它具备的特征就是 x 方 y 方的系数相同。我并不要求 x 方 y 方的系数一定是1，但是它俩的系数一定要相同当然了，我是由它得来的嘛，所以现在它俩的系数就恰好是1。如果是2倍的，如果你给我的方程它是 2x 方加2y 方等等，我就可以把每一项都除以2，依然系数化成1，也可以。好，第二个特征，有 x 的2次项有1次项 ，y 的2次项1次项，有常数，唯独没有谁呀？没有 x 乘以 y 这种项，所以它的特征是没有 x y 这样的项。好，那它以这种面貌给我的方程到底是不是圆儿？我要重新把它配成标准方程的样子。所以呢，是 x 方加上的 x 配方的原则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2分之的平方加4分之的方，然后加上 y 方加上 1y 加上它的1半2分之1的平方4分之1的平方。然后呢，我左边加了一个4分之的方，加了一个4分之1方，右边也得加上一个4分之的方，加上4分之1方。你看，还剩下一个 f， 移到右边减 f， 所以我就得到 x 加上2分之的方加上 y 加2分之1的平方。它就等于4分之的方加上1方减4f。我配完方之后，我和原来的标准方程进行对比x 减 a 的方y 减 b 的方，它是这样的，它是 r 方，你看 r 方一定是个正数，所以我这个式子呢，现在就开始有要求了，也就是当你的的方加1方减去4f， 如果你是个大于0的数，除以4，它就相当于2方。这个时候，当它大于0的时候，你给我的这个方程，它当然就表示圆儿。不但知道它表示圆儿，我和原来的圆的方程进行对比，我还知道圆心它是减 a， 那就是减去负的2分之的减去负的2分之1，所以圆心的坐标就是负的2分之的负的2分之1。它是 r 方，那显然呢 r 方就等于它，所以 r 就等于2分之根号下的方加1方减去4f。所以呢，如果直接给我一个2元2次的方程，而且具备了这两个特征，
它到底是不是圆儿？你得看它是不是满足了这个条件。好，第二种情况，如果我的的方加上一方减去4f 要等于0呢？当它等于0的时候，两个平方的项相加等于0，只能是它们各自等于0。它等于0呢 ，x 就等于负的1/2的，它等于0的时候 ，y 就等于负的1/2，别的值我都不能取，所以这个时候它就表示这样一个点。第三个，如果你的的 x 的方加上一方减去4f， 它要小于0呢？它是负的，整个这项是负的，平方加平方怎么能是负的呢？所以它就什么都不表示。好了，以后呢，我们见到这种方程啊，满足这样的特征，满足这样的条件，我们就知道它就是圆的方程。那这个方程叫什么？我们把这样的圆的方程叫做一般方程。上节课学的这个叫标准方程啊。那两个方程呢，在不同的情形下用不同的方程来解决问题，它各有优势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一道题。我们看上面的例题6。上节课呢，给大家讲了5道题，我们把圆的标准方程消化掉了。这节课呢，我们看看例题6。例题6啊，我们读一下题啊。在直角坐标系当中，它是以0逗1为圆心，并且到这条直和这条直线相切的所有的圆当中，半径最大的那个圆的方程。我依然是求圆的方程，但是呢，我要求半径最大。我以它为圆心啊，圆心知道了，我需要知道圆心和半径。圆心我知道了，我这个圆和那条直线相切，这个直线是不确定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考虑横过定点的问题。x 方减 by 加上2b 加1等于0。x 方减没有方，这是 x 减1加上我2b 写在前边，我习惯用加号，把 b 提出来，这项剩个2，这项剩个负 y 等于0。b 取不同的值代表无数条直线，那么它那些条直线都过了同一个点，就是让 b 不起作用，无论你取啥对我都没有影响，那就是2减 y 要等于0。我们学直线方程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这个专题，0乘以任何一个实数它都是0，再加上它等于0，那就是 x 减1等于0，所以我们就得到 x 等于1 y 是等于2的，也就是直线横过定点1到2。我圆心是0逗1呀，这是我的圆心。现在呢，我做的那个圆和经过这个定点的直线是相切的。那么经过这个定点的直线有无数条，所以呢，我就能够做出无数个圆。什么时候它圆的半径最大呢？我先说做法，我一定是先把它们俩连上，把圆心和直线过的定点连上，然后呢，我做这个小线段的垂线，这个半径我认为它就是最大的。那么有的同学说，老师，它为什么是最大呀？那你可以实现一下啊。我又做了一条直线，我也经过这个点了。那么你圆心在这儿，你做的圆要是跟我相切的话，你的半径就是经过圆心向它做垂线呢。你做的这个圆才能够和人家这条直线相切呀。那很明显，
这个半径没有刚才的大。我又做了一条直线，也是经过这个定点了。你是圆心，你做的圆要跟它相切，你跟它相切就得向它做垂线呢。因为连接圆心和切点的这个线段，这就是半径。而且这个线段和它是垂直的，你又画了一个圆儿，显然你这个半径也没有我刚才的这个半径大。所以什么时候半径最大？这个知识点大家一定要掌握，特别有用的一个知识点，也就是我要把圆心和直线过的那个定点连上这个小线段得到了之后，做和它垂直的这条线，我以它为半径画的这个圆儿，我以它为半径画的这个圆儿，一定和这条直线相切，而且此时此刻这个半径它还是最大的。好了，原来线和这条直线垂直它的半径是最大的。圆心我知道了，这条直线呢我不写也可以，我就直接圆心到这个定点的距离，它就是半径，所以 r 呢就等于根号下圆心和定点之间的距离，横坐标之差1减0括号的平方就是1的平方，加上2减1，2减1还是1括号的平方，所以半径就等于根号2。圆心是0逗1 x 减0的方加上 y 减1的方等于2方，2方就是2，所以我们就得到圆儿的方程它就是 x 方加上 y 减1的方等于2，所以这道题我们就选 B。那么这道题我用的依然是上节课讲的标准方程，但是这里边我们又一次消化了这个重要的结论，也就是连接圆心和直线横过的定点，那么所有与这条动直线经过定点的那些条直线相切的那些圆儿，半径最大的情况就是这个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道题，同学们快点读题。下一道题呢，一只圆 E 经过了3个点，然后让我求圆 E 的标准方程。好，那这道题大家想一想，我圆的方程有2个，一个是 x 减 a 的方加上 y 减 b 的方等于2方。我既然经过3个点了，3个点的坐标是满足我圆的方程的。如果我要往这里边带，你看 x 等于0，那么它就变成了 a 方， y 等于1，它是加上1减 b 括号的平方，然后等于2方。我都是带平方的，我即将得到3个点都带到这个方程当中，我会得到3个这样的方程，所以我要解 a 呀 b 呀 r 因为它次数高就不方便。那么这个时候过3个点的或者是即便它是过2个点的，我都要考虑使用一般方程。所以呢，我就设圆儿的方程为 x 方加 y 方加嘚 x 加 1y 加 f 等于0，我要设成一般方程。1点不是在我圆上吗？那你的坐标就满足我的方程， x 带进来是0，没有了， y 是1，那就是1， 0这项也没有了，加上 e 再加 f 等于0，所以同学们，我对比了一下，你是不是看到这个方程非常的简单？接下来把 b 也带到这里来， x 是2， 2的平方是4， y 是0，没有了， x 是2加上2的 y 是0，没有了，再加 f 等于0，它们都是依次的。
西也带到这里来 ，x 取0没有了 ，y 是-1，负1的平方是1，x 取0没有了 ，y 是-1，那就减1再加 f 等于0。所以3元一次方程组特别的好解，这是方程1，这是方程2，这是方程3。我观察一下，方程1加上方程2，正负1就约了。2加上 2f 等于0，2f 等于-2，所以 f 就等于-1。f 等于-1带到这里来，-1加1，所以1就等于0。然后呢 ，f 等于-1带到这里来，-1加4，这是3，移过去是-3，的就等于-2/3。所以呢 ，e、f 的我就都知道了，带到方程当中，于是圆的方程就是 x 方加 y 方减去2/3x，e 是0就没有了。f 是-1减1等于0，可是备选答案呢又都是标准方程的样子，那我就配方所以是 x 方减去2/3x 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，1半是4/3，4/3的平方就是16/9，然后我再加上 y 方落下来 ，x 方是原来的，它也是原来的，我多加了一个 x/9，我多加了一个16/9，我减掉一个16/9，y 方是落下来的，原来还有一个减1等于0。于是我就配方配成了 x 减去4/3的方，它方，它俩乘积的2倍，它方完全正确，加上 y 方，这是16/16，一扩上呢16/25，所以是正的16/25。那么这个圆的方程就是这个，我们大家看一看是哪一个呀？显然它是选C选C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。第8题，已知圆系经过了点 P 和点 Q， 虽然它没有经过3个点，它是经过2个点，但是由于第7题我们已经有感受了，还是使用一般方程比较简洁，所以我依然设圆的方程为一般方程的样子 ，x 方加 y 方加的 x 加 e_y 加 f 等于0既然我经那2个点在圆上，那么点的坐标是满足圆的方程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它们俩往里带x 是-2，所以负2的平方是4，加上 y 是4，是16，x 是-2减2的 y 是4，加上4e 减 f 加 f 等于0。稍微整理一下，我们就得到2的移过去减去4e减去 f， 左边就是20，这是一个方程。把 Q 点的坐标也带到这里来，3的平方是9，加上1的平方是1，3的 y 是-1减1加 f 等于0，稍微整理一下，它就是3的减1加上 f 等于-10，移到右边，这是第2个方程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再读题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这个圆它在 x 轴上截得的弦长是等于6的，说明这个圆和 x 轴相交，和 x 轴的2个相交的点是 A 和 B 的话，它就是那段弦长。那么这个弦长等于6，所以呢 x 轴上的点 y 是0，点 A 的纵坐标是0，点 B 的纵坐标是0。那么它们的横坐标呢？你看，我是这个圆，
和 x 轴相交了，所以我令 y 等于0则圆的方程就是 x 方这项没有了，加上的 x 这项没有了，加 f 等于0。这个方程有2个根，其中一个根就是点 A 的横坐标 x1，另一个根就是点 B 的横坐标 x2。那么弦长呢？显然是 x2 减 x1的绝对值，弦长是等于6的。哦，它是 x2 减 x1的绝对值等于6。可是这个方程我得到了以后，我能够知道的是2根之和，伟大定理 x1 加 x2 等于负的 x1 乘以 x2 是等于 f 的。那显然呢，我要应用我的这个2根之和和2根之极，我就得给它两边平方 x2 加上 x1 括号的平方减去4倍的 x1 x2， 它是等于36的。把 x1 加 x2 等于负的带进来，负的的平方就是的方减去4倍的 x1 乘以 x2 是 f， 它等于36，又得到一个方程。那么这3个方程呢，我要组成一个方程组，但是它不是一次的的这个地方呢，它变成2次的了，所以我猜想我得到的解有可能是2组解因为你在求的时候一开方，它会取正负2个值。好，我们把它组成方程组。第一个是2的减去4e减 f 等于0。第二个方程呢是3的减去 e 加上 f 是等于负10的。第三个是的方减去4f， 它是等于36的。我观察一下方程1、方程2、方程3。方程1加上方程2，我就能把 f 约掉。然后是5的减去4e， 它等于第一个是等于20， 5的减 5e， 两个方程相加，正负 x 约掉，正负 f 约掉了，它等于1相加等于10，所以我就得到的减 e， 它是等于2的。我把它叫方程4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再看我再消掉一个未知数。我把方程1，我再消掉一个，刚才我是消掉 f 了，这回我再消掉一个 e。方程1减去方程2乘以4。方程1呢，它是2的减去4e减 f 等于20。方程2乘以4呢，3是12的减去4e加上4f 等于负的40。两个方程一相减，2的减12的负10的，它俩一相减就约没了，它减它是负5f， 减去它加上它，那么就变成60，每一项都除以5，所以是负2的减去 f， 它等于15的5， 25、10。所以呢，这个式子我就会得到 f， 它等于把它移到左边来，负2的减12，这个是方程5。好，方程5，你看我带到这里来，把方程5带入方程3当中得的方不动减去4倍的，看到 f 就换成负2的减12，然后等于36。所以我得到的方加上8的加上20的8， 48减去36等于0。的方加上8的，48减36剩12等于0。
1226，所以是的加2乘以的加6等于0，所以的1就等于-2，的2就等于-6。正如我们所料，你看得到了2个值。的值我们知道了，的等于-2和的等于-6。那么的值知道了，带到方程式当中。当的等于-2的时候，把2移过来，-2再减2，移过去，此时此刻e就等于-4。那么和它配一对的叫e2，它是-6，把2移过来，这是-8，把e移过去，e就等于-8。的知道了，的取-2。-2乘以-2是正4，加-12，所以 f 它是等于-8，叫 f1。的等于-6，26一12是正12，正12的减12，此时此刻 f2 它就等于0。你看，我们要给它匹配好啊，不要写串了。所以圆的方程有几个呀？有2个。所以圆的方程为 x 方加 y 方加上的 x 减2x 加上 1y 减4y 加 f 加-8减8等于0，或者这是一个，把另一组带进来 ，x 方加 y 方加的 x 是的是-6减6x 加上 1y 减8y 加 f 是0，因此我们就得到x 方加 y 方减2x 减4y 减8等于0，还有一个就是 x 方加 y 方减6x 减8y 等于0，得到这样2个方程，依然是只要我经过了2个已知的点或者3个已知的点，那么我就用一般方程来解决问题。好，我们最后再看一道题啊，然后一般方程呢我们就结束了。我们快速的看一下下边的这个题，下边的这个题呢，它是圆心在直线上的圆和 y 轴相交于点 A 和点 B 2个点。那么这道题我们怎么考虑呢？和 y 轴相交于圆和 y 轴相交得到的2个点，那就说明这2个点是不是在圆上了？只要有2个确切的点在圆上了，我们设方程的时候就设一般方程。对，它让我们求的也是一般方程所以我就设圆的方程为 x 方加 y 方加的 x 加 1y 加 f 等于0。圆心在已知的直线上，一般方程的圆心是谁呀？负的1/2的负的1/2，这个就是它的圆心。既然它在直线上，圆心满足它的方程，所以是2乘以负的1/2的减去 y 就是负的1/2减 y， 然后减7等于0。负的加上1/2减7等于0，我不喜欢分母，负2的加上1减去14等于0，你看一个方程就出现了。好，既然呢
这点 A 和点 B 是圆儿和 y 轴相交得来的，它们都在圆儿上，把它们俩的坐标都带进来。x 是0，这两项就没有了。y 是4，所以是16加上4e加 f 等于0，这是第二个方程。点 B x 的项都没有了 ，y 是2。这个 y 不太清楚 ，y 是-4啊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减式 e。A 的坐标是0到-4 ，B 的坐标是0到2，那个符号不太清楚，是负的，所以是-4的平方依然是正16，-e 加 f。点 B 的坐标是0到2，这两项没有了，2的平方是4， 2e 加 2e 加上 f 等于0，这是方程2，这是方程3。这个方程比刚才的好解得多了。方程2加上方程3乘以2，16减4e加上 f 等于0，这是方程2。方程3乘以2呢，8加上22的4e加上2f 等于0。两个式子一相加，8、6、14，这是24。它们俩就约掉了，加上3f 等于0，是 f 等于负的24，f 就等于-8。f 等于-8，我们带到方程3当中，方程3比较简单，带入方程3当中就会得到-8加4是-4。-4移过来是正4，2e等于4，e 就等于2。e 等于2呢，我们再带入方程1，带到这里来啊，我就简写了。它是2-12，2的等于-12，的就等于-6，2的等于-12。的就等于-6，所以圆的方程就是 x 方加 y 方加上的 x 就是减6x 加 1y 加 2y 加 f 就是减8等于0，所以圆的一般方程我们就求完了。x 方加 y 方减是减6x 加 2y， 这是16减去4e。加 f 等于0，4减 2e，4减 2e 加 f 等于0，4加 2e 加 f 等于0。我检查一下，看看我有没有问题啊？原先这是负的，所以呢，2倍的它，2x 2乘以它，减去 y 减去负的它，减去7等于0。它俩一相乘，这是负的加上1/2减7等于0，所以这是-2的加1减14等于0，这个没有问题。然后这个是 x 的项没有了 ，x 是0，y 是-4，16，-4，这是-4e 加 f 等于0，没有问题。y 是2，2的平方是4，加上2e。然后呢，加上 f 等于0，它们俩相加，给它乘个2，这是8，这是4e，然后这是2f，它们俩一相加，这是24，加上3f，所以把它移过去，负的24，f 等于-8，这个没有问题。f 等于-8，我带到这里来，-8加4。这是-4移过去，2e等于4，e 等于2也没有问题。e 等于2，这是-12，-2的就等于12，的就等于-6，也没有问题，所以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方程。好。到现在为止呢，我就把这个直线的一般方程就都给大家讲完了。下次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
跟圆有关的专题啊，叫做充要条件的问题。